5岁那年，阿娘把我塞进暗格里，我以为她想和我玩捉迷藏，可她却用布条牢牢封住我的嘴，并且警告我不许出声。我透过暗格的缝隙，亲眼目睹我苏家128口人被屠戮殆尽，血流成河。领头的是个儒雅的白衣男人，我知道他是大梁的中书令江明。他慢条斯理地擦拭着剑上的血，一介卑微的贱民，还妄想撼动百年世家，不自量力。那一年我5岁，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恨。我踩着亲人的尸体，从狗洞里爬出苏府，然后混入逃难的人群。然而爹娘只教过我礼义廉耻，却没教过我人心险恶。逃难路上，我被数次转卖，我拼命逃，被抓回，再逃，再被抓回。我不懂得服从，更学不会讨好，于是在一次次毒打中，为了一颗糖，被一个慈眉善目的老毒士骗走了。他把我带到无人的村落，拿我是毒。本该爱吃糖的年纪，我却恨透了糖。那几年，我活得猪狗不如。于是在我掌握用毒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老毒物给杀了。后来饥荒席卷大地，四皇子奉命赈灾，百姓们都夸他温润如玉，爱民如子。可那天我饿得奄奄一息，满怀希望地去抓他的衣角，他却瞬间皱眉，眼底的嫌恶根本藏不住。放肆！一声冷喝，接着我被他的护卫一脚踢飞，我眼前一黑，捧着肚子蜷缩在地上，心里暗骂道：什么爱民如子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护卫还不解气，一步步朝我走来，我悄悄摸出了怀里的毒粉，准备伺机而动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清亮的呵斥从不远处传来：他只是灾民。话音刚落，一个倩影挡在我身前，我知道她是江之河，四皇子的未婚妻，也是我的仇人江明的女儿。她居然救了我！伪善的江明居然有这么善良的女儿。我想，倘若我的爹娘还在，我是不是也会像她一样美好呢？后来我成了江之河的贴身丫鬟，化名云舒。来到江府后，我每透过窗户观察我的灭族仇人，都会想起那晚家人惨死的场景。但此时的江明已是大梁丞相，权势滔天，我本可以一颗毒药轻松了结他，可如今的我耐心十足，怎能让他死得这般容易？伤好后，我一露面，总能吸引府上男人的目光，可对一个卑贱的丫鬟来说，美貌却是灾难。2个月后，江明独自死了，死于花柳病，年仅17岁。没人知道毒是我下的。他见色起意，趁江之河不在时，对我动手动脚。我的哀求反而让他更加兴奋，可惜我的毒药却让他有心无力，除了弄得我一脸口水外，他什么都做不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那慢性毒药终于发作，症状伪装的和花柳病一模一样。江明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满眼悲痛。我就站在不远处，拿着一个瓷瓶，正悠哉地擦着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像极了当年擦剑的他。我就是要他把我曾经尝过的痛苦一点一点亲身品尝，只是丧子之痛，这还远远不够。我苏家满门被屠那天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那时我阿娘的肚子里还有一个未出世的他。半年后，江明从旁支过继了孩子，江家百年氏族枝繁叶茂，死个儿子对他影响不大，何况他妹妹还是当朝皇后。膝下四皇子流着江家的血，扶四皇子上位，江之河为后，这江山还是他江家的，算盘打得真响。可我又怎会让他如愿？他不知道，他的宝贝女儿根本不爱四皇子，而那个四皇子可远没表面上那般温润无害。四皇子和他的禁卫偶尔来府上，那禁卫看我的眼神跟死去的江家公子如出一辙。他是孙家独子孙岩，四皇子的心腹上将军，也是个贵族子弟。他恐怕忘了，我就是那个差点被他一脚踢死的灾民。我这人可是很记仇的。秋猎开始那天，我正跟在江之河身后，孙岩突然将我拦腰抱起，一把捞上马背，然后回头冲江之河喊道：借你的人一用，保证完璧归赵。光天化日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被他带入密林，清白二字从何谈起？他敢这么做，就是吃准了江家不会为一个丫鬟得罪他这个四皇子身边的红人。可他不知道，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很久了。孙岩带着我一路上并不打猎，而是举起弓箭朝着一个出身寒门的年轻剑官射去。我知道这些年轻剑官都是坚定的太子党，四皇子有世家撑腰，太子则倚仗寒门。可惜寒门势力已被屠戮殆尽，连皇帝都被丞相江明压制，现在整日沉迷于修仙问道。这场围猎由三皇子举办，他是四皇子一派的人，狩猎时死几个人再正常不过。四皇子一派正好借机铲除异己。孙岩在我耳边冷哼一声：你看，这便是不听话的下场。我装作瑟瑟发抖，他便笑得更加猖狂。一向以仁德闻名的四皇子目睹全程，却一言不发，就像当初孙岩踢我时，他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：你不该伤人。他面容俊美，气质温润，可那温和的表皮下却是彻骨的冷漠。我一个毫无价值的丫鬟，根本不配他为我出头。但报应来得很快，他们也遭到了伏击。那剑官明知是鸿门宴，为何还要来？因为年轻的剑官们想要反杀。孙岩自顾不暇，一把将我甩开。好在刺客的目标是四皇子一伙，趁机躲到了大树后面。他们缠斗着远去，我则立刻跑向刚才被孙岩射伤的剑官。还好没死透。我掐着他的人中把他弄醒。公子你忍着点，我要帮你拔剑了。我死死按住他的胸膛，然后猛地拔出剑矢，接着迅速用沾了药粉的帕子捂住伤口。他疼得五官扭曲，却还是向我道谢。多谢。公子，你们太糊涂了，杀一个四皇子，太子就能赢了吗？
皇子很多，世家大可再扶持一个。你们这就是给世家递刀子，一把刺杀皇子的大刀。你们就不怕他们以此为借口，将寒门连根拔起？10年前苏家的惨案还不够吗？到时候连太子都要被你们拖下水。男子瞪大双眼，我打断他，别激动，我有一计可保寒门周全，你听仔细了。今天林中突然出现刺客，是刺客的箭射伤了你，你身上的箭就是铁证。说罢，我抓起他的手压住伤口，自己无解，现场交给你了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随即我起身，利索地脱掉了自己的外衫。男人瞬间满脸通红，我淡笑道：放心，不用你负责。我迅速脱到只剩中衣，又把下一具刺客尸体的衣服换上，准备去追四皇子他们。突然身后的男人问道：姑娘，敢问是哪家的小姐？我回过头，微微一笑：我没有家，无父无母，我叫云舒，只是江大小姐收留的一个丫鬟。记住，绝不能说是我救了你，我爹也曾是位铁骨铮铮的剑官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跑了。追到悬崖边时，正好看到一把剑刺向四皇子心口，而他的禁卫孙岩早已自顾不暇，哪还管得了他？我猛地冲过去，挡在四皇子身前。刺客的剑被护甲挡住，可巨大的力道还是将我们两人一起撞下了悬崖。我在空中死死抱住四皇子，奋力翻转身体，我垫在他身下，呼啸的牙风吹飞了我的面罩，露出了我的脸，迎上他那既惊慌又错愕的眼神。殿下用我的命换你的命，只求你以后善待我家姑娘。四皇子可以死，但不能死得毫无价值，这改变不了寒门和我们这些蝼蚁的命运。既然水已浑浊，不如就让我来搅个天翻地覆。崖底是大海，我还穿着护甲，大概率死不了。我果然没死，但汹涌的海浪把我和四皇子冲散了。没想到他竟不会水，还极度怕水，胡乱扑腾几下就直往深处沉。我叹息一声，接着只能憋着气潜入水中，奋力向他游去。我一手环住他的背，一手托住他后脑，俯身渡了口气过去，然后揽着他向水面游去。他本能的死死抱住我，像是怕被丢下一样。我们紧紧抱着浮木，最终飘到了一座荒岛上。那晚养尊处优的四皇子又没出息的发了高烧，我无奈只能抱着他，他怕冷也下意识的抱紧了我。我实在太累了，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许久，直到我睁开眼，两人的视线猝不及防地撞在一起。他竟显出几分慌乱，立刻松开了抱着我的手，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。我一边起身一边说：殿下，你昨晚高烧不退，这只是权宜之计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萧玉看我要走，脱口而出：你去哪儿？我淡然道：我去找点果子。殿下是在这等，还是一起？他毫不犹豫地说：一起。那个工于心计、永远挂着温和假面的四皇子，在和我被困荒岛后，脸上终于多了几分真实。他还有洁癖，总是把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，可想而知，当初我用脏手抓他100时，他有多么嫌弃。日复一日，我们始终没等到任何救援船只，只能并肩坐在岸边，看着潮起潮落。殿下，你有思念的人吗？他摇了摇头，没有。我微微一笑，我却有，我想念我家姑娘了，她肯定急着到处找我，你的家人也一定在找你吧？没想到他竟自嘲地笑了笑，随即又陷入沉默。许久后，他重新看向我，你为什么要拼死救我？我说，可能因为你是我家姑娘的未婚夫，也可能是当初是你和姑娘一起救了我。他依旧看着我，这个理由显然没说服他。一个内心冷漠的人，很难相信会有人为报恩而舍命，况且他的直觉也没错。我装作有些懊恼，当时根本来不及细想，又怎么说得清呢？或许是我天性善良，也或许因为殿下在我心里并非坏人，值得一救呢。他又问，如果我不是皇子，只是萧玉玉，你还会救我吗？我心里冷哼一声，原来他也清楚，所有人对他的奉承都源于他的身份。我微微一笑，我救人从来和身份无关。他也笑了，那张俊美的脸上第一次有了几分真诚。那天他告诉我，他曾有个同母的弟弟，那弟弟比他聪明，样样都比他强。他的母后和舅舅江明对弟弟极尽疼爱，精心培养，对他却冷漠至极，毫无耐心。他绞尽脑汁写了首关于母爱的诗，却被母后当众斥责，说他尽琢磨些没用的东西，不求上进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的弟弟失足落水，救上来后发起了高烧，从此变得痴傻。于是他母后和舅舅的态度像变了个人，开始对他关怀备至，悉心栽培，而痴傻的弟弟则再也没人在意过。他原以为他们只是不爱他，后来才明白，他们谁都不爱，他们只想要一个能巩固家族利益的傀儡。我问，后来呢？你弟弟怎么样了？他平静地说，死了，他又偷偷跑去玩水，被淹死了。我这才明白，难怪他那么怕水，他怕变傻，怕死，更怕死后也无人问津。接着他淡淡地说了一句，他们找不到我，肯定会另立新君，就像当初选择我一样。我微笑着问，殿下，你想回去吗？我陪你杀回去。接下来我每天下水探路，每次我游回来时，总能远远看见萧玉站在岸边，眼巴巴地望着我的方向。当看见我朝他招手后，他暗淡的眼里瞬间就有了光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去了整整2天2夜，天快亮时才回来，竟看见他还傻傻地站在那里。我还没靠岸，
他便不顾一切朝我跑过来，甚至踩入让他最恐惧的水里。向来克制有礼还有洁癖的他，突然死死抱住浑身湿透的我。别再去了，我们不回去了。我心里清楚，不回去意味着他将放弃皇子的尊荣，一无所有的和我留在这座荒岛。这一刻我知道他沦陷了。这个看似冷漠的少年，其实极度缺爱又渴望被爱。他被刺杀时、落水时、高烧时、绝望等待时，每一个孤立无援的时刻，我都没有抛下他，成了他心里唯一的光。从未得到过爱的少年，又怎能不贪恋这束光呢？而我却笑着说：殿下，我找到路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江明还不知道，他亲手扶持的皇子正在一点点脱离他的掌控。每次午夜梦回时，我总能看见阿娘挺着孕肚跪在他脚下苦苦哀求，他却毫不犹豫地将冰冷的剑刺入阿娘的腹部。他微笑着说：建民那种就像蝼蚁，死了就是死了，这是你们的命。那么他全族的命也该死在我这只蝼蚁手里。我们做了个木筏，带上食物，漂了5天5夜，终于回到了皇城。世家果然另立了新皇子，六皇子被过继到皇后名下抚养。萧玉归来，皇后和江明又惊又喜，听说皇后甚至当场红了眼眶。萧玉身上流着江家的血，世家最重血脉，他自然是他们最理想的扶持对象。可他还会心甘情愿地做一枚任人摆布的棋子吗？至于刺杀案，因那剑官身上的剑矢有皇家标记，矛头指向了其他皇子，而狩猎的组织者三皇子首当其冲。偏偏他听了江明的指示，确实干了不少肮脏勾当。那天被杀的忠良不止那一个剑官。孙岩明知剑官说谎，却不敢吐露半个字。四皇子生死未卜，他因护驾不力已被革职入狱，若是再加上一条谋害朝臣的罪名，他必死无疑。他不会傻到自寻死路，于是也顺水推舟，把罪名全推到三皇子头上。最终草包三皇子成了替罪羊，江明的棋子又废了一颗。我就是要一点点拔掉他的利爪。他引以为傲的世家大族，终将被我这只他瞧不起的蝼蚁亲手瓦解。萧玉想让我跟他回王府，我拒绝了。我回到襄府，向江之和交代了所有事，只隐瞒了就剑官那段。他突然问我：你喜欢四皇子吗？我摇了摇头。他问：那你为何要舍命救他？我说：他是你的未来夫君啊。江之和秀眉微蹙。如果他回不来，我的夫君就会变成六皇子，难道你也要为六皇子舍命吗？你有几条命？小叔你记住，你的命不比任何人卑贱。若那人真心待你，是你的心上人，我无话可说，可他不是，以后别再做这种傻事。我没想到他竟说我一个丫鬟的命不比任何人卑贱。我消失的这几月，偌大的京城也只有他为我寝食难安。我喉头一梗，重重点头。好。我时常好奇，江明那样的伪君子究竟是如何养出江之和这样的女儿的。他自小被当作未来皇后培养，江明夫妇对他苛刻至极，稍有差池便是一顿训斥。可他偏爱看书，或许是书里的世界成就了如今的他。他的琴技冠绝京城，连宫中琴师都自愧不如。可琴声中的苦闷却无人能懂。直到2年前那片竹林，他的琴声悠扬，路过的少年驻足聆听，随即掏出纸砚，少年笔墨挥洒，便将琴中意境画于纸上。后来他每月都会去竹林弹琴，那少年也总会如约而至。他们虽未越雷池半步，却早已心意相通。可后来他让我去转告那少年，他不会再来了，他要嫁人了，嫁给世家扶持的皇子，成为皇后，是他无法改变的宿命。这不，四皇子刚回来，江明夫妇就催着江之和去王府送补品。王府里，萧玉和江之和并肩而行，我和孙岩跟在后面。萧玉把孙岩从大牢里捞了出来，施恩向来是他的手段，他稍施恩惠，孙家便对他感恩戴德。他甚至会纵容手下犯些小错，以此拿捏他们的把柄。孙岩看见我时，一脸惊讶：“你还活着？”他不知道就四皇子的人是我。我懒得理他，我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江之和，孙岩的眼睛却死死盯着我。今天我特意换了件低领长裙，露出白皙的脖梗和锁骨。我越不理他，他越放肆，竟突然搂住我，捂住我的嘴，在我额头上亲了一口。就因为我只是丫鬟，他就能肆意欺辱，那他也该死。就因为我只是丫鬟，他就能肆意欺辱，那他也该死。然而下一秒，一记重拳狠狠砸在他脸上。我的人，你也敢动？一向温文尔雅的萧玉，瞬间像疯了的狼，双目赤红，对着孙岩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眼看就要闹出人命。我和江之和赶紧冲上去拉住他，我急忙大喊：“殿下，我没事，别打了，再打下去他要死了。”萧玉这才停手，胸膛剧烈起伏，眼眶都气红了。他咬牙切齿道：“连我都舍不得碰一下的人，他居然敢！今天的事，谁敢说出去半个字，死！”他冷冷下了死命令，然后拉我进屋，让人端来温水，一遍遍擦拭我的额头。我连忙阻止：“好了，殿下，再擦就要破皮了。”我抓过他红肿的拳头，拿起药瓶将药膏小心地涂抹上去。殿下，您今天太冲动了，他固然该死，可您今天怎么跟个孩子似的？萧玉恨恨地说：“都是我往日太纵容他，才惯得他不知天高地厚。”殿下，如果今天被孙岩调戏的只是个普通丫鬟，或者说是没和你共患难的云舒，你还会这样吗？他缓缓低下头沉默了。我淡然道：“你不会。”萧玉急忙看向我：“小叔，
我往后退了一步，轻声说道：殿下，您是皇子，将来更可能是一国之君。这天下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，命如草芥。如果可以，还请殿下将来能多庇护他们一些。江之和在房里焦急地踱步。我从没见四皇子这么失控，他恐怕是真喜欢上你了。可皇家最是无情，要是被皇后和我爹知道，他们容不下你，你必须马上离开。都到这时候了，他还担心我的安危。我摇了摇头，我不走。他太天真了，根本不了解他爹的手段。这世道，世家一手遮天，我能逃到哪里去？这是本可大可小，毕竟孙岩护驾不利在先，德行有亏在后。调戏的还是四皇子的救命恩人，怎么看他都不占理，教训一顿也不为过。我同样罪不至死，但谁都没想到，孙岩竟然死了，伤口迟迟不愈，最后竟溃烂而死。没人知道是我下的毒。从他亲我那刻起，毒素就已通过他的嘴侵入他的五脏六腑，我下的只是慢性毒，他本不该死这么快。可我没算到萧玉会下手那么重。孙岩从脸开始肿胀腐烂，蔓延到四肢百骸，那痛苦可比当年他踹我的那一脚要痛苦千万倍。孙家可是高门，唯一的独子因为一个丫鬟被四皇子打死了，这事可就闹大了。江明派人押我走时，我就知道自己凶多吉少，一个丫鬟的命不值钱，他们定会用最毒的手段折磨我，才能解心头之恨。可我只觉得痛快。萧玉打得好，孙岩死得更好。江明和孙家之间终于出现了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，这裂痕只会越来越大，盘根错节的世家联盟将不再牢不可破。我被绑在孙府阴暗的刑房，酷刑接踵而至，孙父双眼充血，丧子之痛已让他近乎癫狂。他动不了四皇子，就把所有仇恨都发泄在了我身上，但他不知道我乃毒人，我的每一滴血都带着剧毒，他把我折磨得遍体鳞伤，空气里全是我的血腥味。这刑房密不透风，他日夜守着我，想不中毒都难。他活不长了，而且会死得比我更惨。当年就是他替江明卖命，图我苏家满门，如今他们父子双双毙命，孙家就此绝后，真是报应不爽。可惜我太没用了，单凭我一人之力对抗世家，无异于匹夫撼树，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但我爹娘那么爱我，应该不会怪我吧？这里好黑，我真的好怕黑，我好想他们。暗无天日的刑房大门突然被猛地推开。这里好黑，我真的好怕黑，我好想他们。暗无天日的刑房大门突然被猛地推开，刺眼的光线射入，我下意识地眯起了眼。在交错的光影里，那个本该温润如玉的少年，脸上只剩下惊恐与慌乱。萧玉抱着奄奄一息的我冲出孙府，身后传来抄家的喧闹。孙家因戕害忠良、贪墨军饷等罪名被满门抄斩。我虚弱地问：你把孙家的罪证递给大理寺了？他轻轻点头。萧玉果然不是草包，他表面与世家一荣俱荣，实则从不信任任何人，手上有他们的把柄也不奇怪。但江明怎么会容他胡来？他仿佛看穿我的疑惑，温柔地解释：孙岩因我而死，孙家动了投靠太子的心思，舅舅自然要先下手为强。好吧，是我伪造了孙家和太子的密信。我这才舒展眉头，不枉我拼死救他几次，心中涌起一阵快意。我赌赢了，从萧玉为我失控，差点打死人那时起，我就在赌我若被孙家所害，他会不惜得罪孙家来救我，甚至会为我毁了孙家。我本对这场豪赌不抱任何希望，我不信他，更不信什么情爱，可他居然真的来了。原来绝望中有人为你奔赴而来，是这种感觉。他眼底是藏不住的心疼。好了，别担心了，也别管那些人了，我们回家。我赌赢了，从萧玉为我失控，差点打死人那时起，我就在赌我若被孙家所害，他会不惜得罪孙家来救我，甚至会为我毁了孙家。我本对这场豪赌不抱任何希望，我不信他，更不信什么情爱，可他居然真的来了。原来绝望中有人为你奔赴而来，是这种感觉。他眼底是藏不住的心疼。好了，别担心了，也别管那些人了，我们回家。家？我哪里还有家？我的家早就被世家毁了。苏家是皇上亲手扶持的寒门，灭了苏家，等于砍断皇上的一条臂膀。如今我借萧玉之手灭了孙家，也等于砍断了江明的臂膀。又一颗棋子被我废了，还是一颗重要的棋子。接下来就轮到江明了。江明这只老狐狸未必没怀疑那封信的真假，但他生性多疑，向来拧错杀不放过。他走一步看十步，甚至把我交给孙父前，就给我灌了毒药，一种能让我身体日渐亏空，最终短命而亡的毒。就算我能侥幸从孙父手中活下来，也活不了多久。所以他根本不担心萧玉会来救我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自始至终都清高儒雅，双手干净。我的死只会算在孙父头上，与他毫无关系。萧玉自然不会因此与他生出嫌隙，但他千算万算，算漏了一件事。我是被毒炼成的人，百毒不侵。我成了王府的长室姑姑，负责萧玉的饮食起居和后院所有事。萧玉对我毫无防备，我能轻易出入他的书房，探知王府的秘密。那天江明来了，他们计划在太后的寿宴上陷害太子。他们的计划是给太子和礼部侍郎的妻子孟氏下药，再把两人锁进一间房里，上演一出捉奸在床的好戏。他们计划在太后的寿宴上陷害太子，
他们的计划是给太子和礼部侍郎的妻子孟氏下药，再把两人锁进一间房里，上演一出捉奸在床的好戏。礼部侍郎李家是百年世家，但他的妻子出身寒门之首的将军府，所以李家在党争中一直保持中立。一旦太子侵犯了李家主母，李家蒙子大辱必会倒向四皇子，而太子也会因玷污官府声名尽毁，世家正好能借此废除太子。萧玉露出了犹豫之色，但江明只是来通知他，而非征求意见。我想起当年被毒尸锁在屋里，一连几日自生自灭的日子，每次我饿得头晕眼花，都是一个叫大丫的小姑娘偷偷塞吃的给我，在我反杀了那毒尸，才得以逃脱。饥荒那年，大丫被李府主母孟氏收留，我则被江之河带回。去年我们才在京城重逢，他说孟氏给他取的新名叫孟婉，不仅教他读书识字，还传授他安身立命的本事。他口中的孟氏和江之河一样善良，这样好的女子绝不该成为朝堂斗争的牺牲品。江明走前，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，我立刻咳了几声，装出虚弱不堪的样子，他这才笑着走了出去。我也笑了。想扳倒寒门和太子，问过我了吗？想扳倒寒门和太子，问过我了吗？寿宴当天，孟氏果然很快身体不适，被扶去厢房休息。孟婉又恰好不在，孟氏的夫君李寻则被几个世家子弟缠住，脱身不得。紧接着，太子也因食物不适，被刻意引到了孟氏的厢房。我从另一侧窗户翻入，见孟氏已软倒在床上昏睡不醒，床与外厅被一道巨大屏风隔开。屏风后，太子正坐在桌边，耳根泛红，烦躁地按着额角。我径直走了过去，温声唤道：“太子殿下。”他看到我时也满脸惊讶，喊出了我的名字：“小叔。”以往我常去远郊的大杂院，给那些无依无靠的人送些吃穿，偶尔会碰到一个少年也来，孩子们都亲热地叫他新哥哥。那少年在院里摆好桌椅，教孩子们读书识字，我便也坐过去跟着听讲。我握笔的姿势总是不对，少年下意识握住我的手调整，指尖不经意间相碰，他却像被烫到一般，猛地松手。抱歉，姑娘。我问：这有什么好抱歉的？莫非公子嫌我是大姑娘，就不肯教了？那个叫新的少年连忙摆手：自然不是。我微微一笑：那公子怎么待他们，便怎么待我好了。他点头应好，却教得十分克制，尽量避免碰到我，看得出教养极好。我猜他恐怕没碰过姑娘的手，不过是碰了下指尖，耳朵就红得像桃花。这个叫新的少年就是当今太子。我告诉他，孟府主母就在里屋，你被下了药引到此处，世家要毁了你们，必须马上跟我走。他任我牵着翻窗而出，药效已然发作，我能感到他握着我的手越来越烫。我对宫里很熟，轻车熟路地避开守卫，将他带到一座废弃宫殿。他猛地甩开我的手，冲到井边，用冰冷的井水往自己身上猛浇。我摇摇头，没用的，这是烈性药，不解开你会死的。世家志在必得，下的怎么可能是温和的药呢？这是烈性药，不解开你会死的。世家志在必得，下的怎么可能是温和的药呢？你走！他哑着嗓子赶我，眼底满是痛苦的压抑。我静静看着他。太子殿下，你的小名叫星，因为你出生那天满天星斗。你幼时有个玩伴叫苏云，因为他出生时漫天云霞。你们自小指腹为婚，是青梅竹马。你自小聪慧，他却顽皮得很，总学不会握笔，还爱拉着你爬树抓蝉。有一次不善爬树的你摔了下来，后背被树枝划开一道深口，你怕他受罚，硬是瞒着。那阵子都是他偷偷给你换药。后来苏家遭世家构陷，满门抄斩，没人知道那个叫云儿的小姑娘被母亲藏在暗阁，亲眼目睹了全族惨死。你是云儿？少年激动的眼尾泛红，声音止不住颤抖。我点点头，用冰凉的手抚上他滚烫的脸颊。星哥哥，你是寒门的希望，也是为我苏家平反的希望，你必须好好活着。他贪恋我手心的凉意，下意识地蹭了蹭，眼中的炙热再也压抑不住。我上前一步，紧紧抱住他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我愿意，星哥哥。我清楚这意味着什么，我必须救他，但救他的办法不止一种，我却要选这一个，因为我要他欠我一条命，更要他对我心怀愧疚。他还是当年那个善良腼腆的少年，可我早就变了。我不仅不再善良，还要利用他的善良。怀里的人滚烫如火，心跳呼吸一片混乱，一个吻随之落下，不断加深。半个时辰后，怀里的人滚烫如火，心跳呼吸一片混乱，一个吻随之落下，不断加深。半个时辰后，太子将一个手镯套在了我的手腕上，这是母亲留给他未来儿媳的。我急忙推辞，不能收，太贵重了。我想取下来，却发现怎么也拿不掉。他捉住我乱动的手，在我手背落下一吻。这本就是你的，物归原主罢了。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我竟有些心虚。我们早已不配，况且我也早已不幸请来。我微微一笑，我该走了。我们3日后大杂院见。我回到寿宴，路上碰见找我的萧玉，我谎称迷路，他便信了。听说世家派人去捉奸，结果不仅扑了个空，还闹出了笑话。更可笑的是，另一间房里，江明的养子和陛下的嫔妃被当场抓住，那妃子也是江明的人。江明那张永远儒雅清高的脸，此刻气得铁青，秽乱宫闱。他的养子被判了死刑，就算他权倾朝野又如何，他也要脸面也要服众。于是他干脆利落地撇清关系，还大义灭亲地请求陛下处置养子所在的整个旁支。他们居然在自相残杀，看这群
世家狗咬狗，真是痛快。我向那个寒门谏官投去一个赞许的眼神，干得漂亮，不枉我通风报信，让他去捉奸。看这群世家狗咬狗，真是痛快。我向那个寒门谏官投去一个赞许的眼神，干得漂亮，不枉我通风报信，让他去捉奸。江明的养子和那妃嫔不是第一次了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因为这繁华京城，高高在上的贵族只是少数，大多数是像我一样的小人物。别小看我们，我们才是这座城的根基。太子萧衍也爆出丑闻，说是酒后侵犯宫女，但跟江家的是一比，根本不值一提。陛下只是罚他禁足了事。我立刻就懂了，寒门势力尚弱，太子萧衍这是将计就计，故意让世家放松警惕。3日后，我到大杂院再次见到了萧衍，知道他已查清我的底细，我也就没再多解释。果然他让我离开四皇子府，我拒绝了。我身负血海深仇，早已入局，怎么可能抽身而退？我对他说，你功成名就那天就是我离开之日。说完我没再多留，只留给他一个决绝的背影。王府里，萧玉几番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开口，我和江之河的婚期定在腊月12。我研磨的手顿了顿，随即又继续动作。好。他小心翼翼地问，你不生气吗？我淡淡开口，若殿下为我拒婚，丞相和皇后定然容不下我。我知道殿下是在护我。他眼中闪过一丝动容，我当然也知道，也不全是为了我。人总有许多身不由己，他与世家早已互相捆绑，谁也离不开谁。世家想巩固地位，他就必须夺嫡，别无他选。所以和江家联姻是迟早的事，我们3个人都无力改变这一切，何况不联姻，怎能让江明全力扶持萧玉？怎能让他得意忘形？我又如何实施下一步计划呢？人总有许多身不由己，他与世家早已互相捆绑，谁也离不开谁。世家想巩固地位，他就必须夺嫡，别无他选。所以和江家联姻是迟早的事，我们3个人都无力改变这一切，何况不联姻，怎能让江明全力扶持萧玉？怎能让他得意忘形？我又如何实施下一步计划呢？大婚之夜，有人翻窗潜入我房中，他蹲在我的床边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还真睡得着？那殿下希望我怎样？一哭二闹三上吊吗？”说完，我睁眼侧身看着他，开口就问：“圆房了？”萧玉没好气地戳了下我的额头：“你怎么能面不改色地说出这2个字？你我都还没，我怎能和别人？”说完，他脸颊悄悄泛红，我轻叹一声：“她不是别人，是你的正妻，她救过我，是个极好的姑娘。”萧玉摇了摇头：“她再好，可心里没有我。我看她比我还怕圆房。”我心头咯噔一下：“你为何这样说？”小叔，我也被人爱慕过，我知道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。他看我时眼里没有光。我暗自松了口气，他应该不知道竹林少年的事。将来事成，我会用太子欠我的命保下江之河，他和那个少年或许还有机会。我从不欠人情，他救我一命，我便还他一命，从此两不相欠。我说，他如今已嫁给你，就是你的人，无论如何你都不能亏待他。萧玉眉头紧锁：“云舒，你就那么希望我对别人好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：“不是的，我是相信殿下，只是怕你为了我得罪江丞相。”他语气不满：“你句句不离江之河，当初为救我豁出性命，你也说是为了他，后来让你跟我回府，你也要先去找他，现在他嫁过来了，你不仅不吃醋，还怕我对他不好，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？他重要还是我重要？你就那么希望我对别人好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：“不是的，我是相信殿下，只是怕你为了我得罪江丞相。”他语气不满：“你句句不离江之河，当初为救我豁出性命，你也说是为了他，后来让你跟我回府，你也要先去找他，现在他嫁过来了，你不仅不吃醋，还怕我对他不好，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？他重要还是我重要？”我有些无奈：“殿下，你怎么又跟个孩子似的？”他逼问道。说我只好敷衍：“你重要。”他明显在生闷气，还是很难哄的那种。没办法，我凑过去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我贴着他耳边轻语道：“不一样，殿下，他是恩人，而你是我喜欢的人。”这还是我第一次说出喜欢2字，他当场愣住，满腔的闷气瞬间烟消云散，脸和脖子都红透了。我悄悄往床里挪了挪，拍了拍空出的位置：“殿下要不要上来躺会再走？”萧玉的脸更红了，他迟疑了一下，了一声，才小心翼翼地躺了下来。我顺势钻进他怀里，听着他肋骨般的心跳，轻轻拍着他的胸口：“睡吧，我最重要的殿下。”他这个人仪式感太重，就算情难自已，也不会轻易与我亲近，这定力好的让我发愁，我的计划都进行不下去了。他伸手温柔地抚摸我的头发，在我看不见的角度，嘴角偷偷上扬，半梦半醒间，我感到额头落下一个亲吻，耳边传来一句：“我也喜欢你。”他悄然起身，从窗口翻了出去，临走还不忘替我关好窗户。我睁开眼睛，望着窗户，若有所思。既然他那么看重仪式感，那我就给他一场盛大的仪式。我顺势钻进他怀里，听着他肋骨般的心跳，轻轻拍着他的胸口：“睡吧，我最重要的殿下。”
他这个人仪式感太重，就算情难自已，也不会轻易与我亲近，这定力好的让我发愁，我的计划都进行不下去了。他伸手温柔地抚摸我的头发，在我看不见的角度，嘴角偷偷上扬，半梦半醒间，我感到额头落下一个亲吻，耳边传来一句我也喜欢你。他悄然起身，从窗口翻了出去，临走还不忘替我关好窗户。我睁开眼睛，望着窗户若有所思。既然他那么看重仪式感，那我就给他一场盛大的仪式。不久后，萧玉静请了竹林少年季彦川来王府中当文学先生，我着实吓了一跳。他想干什么？难道要对江之和下手？很快来到冬至夜，江之和抚琴，季彦川作画，我则在一旁包饺子。萧玉笨手笨脚的跟着我学。随后我们4人围炉吃饺子，我看到江之和眼底蓄着笑意，那是久违了的笑容。她在王府当女主人，竟比在丞相府还自在。萧玉给了她足够的体面和自由，甚至在外人面前扮演护妻狂魔。江之和虽然感激，但她并不快乐。小叔，你知道吗？人海茫茫，遇一知己何其难，与知己相守更是难上加难。他眼含期盼，我已经没机会了，可你还有希望，千万别因为我错过了你的良缘。那一刻，我暗自庆幸，他把爱情看得这么重，将来江家倒台，至少季彦川能成为他活下去的支撑。此刻，他望着季彦川的眼眸流光溢彩，他才16岁，正是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年纪。季彦川走到我身边，低声耳语：“有人托我带话，星云永相伴。”我心头一震，他居然是太子的人。他才16岁，正是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年纪。季彦川走到我身边，低声耳语：“有人托我带话，星云永相伴。”我心头一震，他居然是太子的人。吃完饺子，萧玉留下他们俩，拉着我登上高楼看星星，我却有些心不在焉，这安排也太刻意了。他不会是想故技重施，来个捉奸在床吧？我忍不住问他：“殿下，为什么让季彦川和我们一起过冬至？”他目光幽深，淡然道：“好几次我看着你，你却看着江之和，你眼里满是愧疚和怜悯。我早就知道江之和喜欢他，以前我不在乎，我和他本就是利益联姻，我只关心我的目的。可有了你之后，我才明白，遇不到知心人或遇见了却不能相守，是多么可怕的事。既然你这么在乎他，又特意嘱咐我别亏待他，那让他高兴点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样你和我在一起时，是不是就不会那么愧疚了？”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是为了我，原来是我把他想得太坏了。砰！一声巨响，夜空中猛然绽放绚烂的烟花。萧玉转头看去，有些惊讶：“哪来的烟花？”我得意地扬起嘴角：“我特意为殿下准备的，好看吗？”他点点头。怎么突然想放烟花了？我笑盈盈道：“殿下，我们成亲吧。”萧玉彻底愣住了，我目光灼灼地看着他。不要那些繁文缛节，不要不相干的人，就在这里，以烟花为媒，以明月为证，我们成亲，好不好？他眼底满是动容，恍惚了许久，才猛地拉起我的手：“跟我来。”他拉着我冲进一间库房，一套精致绝伦的嫁衣映入眼帘。我这才知道，从岛上回来后，他就在准备我的嫁衣。我phủ上盖头的鸳鸯，这针脚好像跟别处不太一样，绣的不算差，可跟嫁衣的巧夺天工一比，就显得笨拙了。萧玉轻咳一声，有些不好意思：“我绣的。”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他解释道：“我听过一个传说，新郎亲手绣的盖头能得到月老的祝福，心越诚就越美满。”我笑了笑：“你还信这个？为什么不让我来绣？”他挑了挑眉：“你的心哪有我的诚？你手里藏着什么？”没什么。我连忙把手藏到身后。我越是这样，他越好奇，直接从身后抱住我，从我手心掏出一个香囊，那做工比他的盖头还粗糙。他却一脸惊喜：“你绣的，给我的。”我听过一个传说，新郎亲手绣的盖头能得到月老的祝福，心越诚就越美满。我笑了笑：“你还信这个？为什么不让我来绣？”他挑了挑眉：“你的心哪有我的诚？你手里藏着什么？”没什么。我连忙把手藏到身后。我越是这样，他越好奇，直接从身后抱住我，从我手心掏出一个香囊，那做工比他的盖头还粗糙。他却一脸惊喜：“你绣的，给我的。”这下轮到我不好意思了。我说：“你要是嫌丑，就还给我。”他却宝贝似的揣进怀里：“不丑，这是我见过最好看的香囊。”我们换上婚服，对着月亮跪下：“月亮为证，我云舒愿嫁萧玉为妻，共度此生，永结同心。”他郑重回应：“月亮为证，我萧玉愿娶云舒为妻。无论风雨坎坷，无论生死病痛，皆携手同行，不离不弃。”他顿了顿，又加了一句：“生生世世，永结同心。”这家伙还自己加词。我们相视一笑，一拜天地，再夫妻对拜。月光如水洒满床榻，眼前的红盖头被缓缓掀开，露出一双温柔似水的眼眸。我眼波流转，望着眼前俊美的少年：“殿下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呀！”我缓缓朝他凑近，他脸红得快要滴血，却伸手捂住我的嘴：“等等，还没点龙凤烛。”我内心哀嚎，这该死的仪式感，我忍。他走向烛台，点燃红烛。我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好了吗，殿下？”他却说：“等等。”他又拿起一篮桃花瓣，让我起身，说要在床上撒满花瓣。行吧，还挺浪漫。我耐着性子等他撒完。现在可以了吧？可他还是让我等等，然后走向桌案，点燃熏香，又不紧不慢地净手。再磨蹭下去，天都亮了。我对他说：“殿下，
你过来一下。他这才擦干手走近，我指尖轻挑他下巴，看着他喉结滚动，耳根泛红，呼吸也重了。烧什么烧？说完，我猛地将他推去榻上，烛光摇曳，红鸾叠嶂。萧玉特意挑了吉日封我为侧妃，姬彦川却说有人要见我，还说我不去，那人就要硬闯四皇子府。我只好去了一趟大杂院。那天雨下得很大，少年站在雨中，身影显得格外破碎。我撑开伞，刚下马车，脚还没站稳，太子萧衍就快步冲来，不由分说地将我紧紧抱住。云儿，别再回去了，我会安排好一切的。我平静地说道。我有孕了，是他的。萧衍僵在原地，我继续道：你正好可以散布消息，就说萧玉宠妾灭妻，还让妾室抢先生下长子，江明肯定坐不住，他会对我的孩子下手。到那时，相府和四皇子府必然反目，趁此机会，其他世家必定人心惶惶，就能顺势收拢人心，静待时机。萧衍松开我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云儿，我不需要你这样，若我的皇位要靠牺牲一个女人换来，我宁可不要。我平静地看着他。萧衍，你可曾眼看双亲和全族惨死？可曾被人一次次贩卖毒打？可曾尝过被炼成毒人生不如死的滋味？世家一日不除，天下就会有更多我这样的苦命人。你是太子，是寒门的希望，是为我族人翻案的希望。现在你却说不要皇位，你让那些牺牲的人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？你是太子，就注定不能沉溺儿女私情，否则我们做的一切都会白费。到时所有跟着你的寒门，还有我，都得死。世家覆灭那天才是我解脱的日子，才是寒门出头之日。至于苏云，你就当他死在了当年的那场屠杀里吧。说来也怪，过去怎么都摘不下的手镯，今天却轻松取了下来。我把它还到了萧衍的手上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可他是万民敬仰的太子，在这关键时刻绝不能有私情，就让这场大雨把他浇醒吧。我转身就上马车，刚要启程，萧衍却猛地钻了进来，抓起我的手，又把手镯给我带了回去。等我。他说完这两个字，便转身离去。我有孕这等好事，自然要第一个让江明知道。算算日子，我也差不多该死了。那天江明来到府里，我正满面红光的和丫鬟说笑，故意把我有孕的事给泄露了出去。江明的表情那叫一个精彩，清高儒雅的脸当场裂开。他自诩运筹帷幄，哪想到我这颗棋子不仅上位，还抢在江之河前头怀了孕。我会生下萧玉的长子，以萧玉对我的重视，将来他若登基，这孩子很可能就是太子。都到这一步了，他不可能再换人扶持，早已没了退路。可他苦心经营的一切，很可能为他人作嫁。他看我的眼神阴冷如毒蛇，我却第一次敢直视他，回了个挑衅的笑，又留给他一个得意的背影。他权倾朝野，大概觉得捏死我就像捏死只蚂蚁，可他很快就会尝到什么叫力不从心。我会生下萧玉的长子，以萧玉对我的重视，将来他若登基，这孩子很可能就是太子。都到这一步了，他不可能再换人扶持，早已没了退路。可他苦心经营的一切，很可能为他人作嫁。他看我的眼神阴冷如毒蛇，我却第一次敢直视他，回了个挑衅的笑，又留给他一个得意的背影。他权倾朝野，大概觉得捏死我就像捏死只蚂蚁，可他很快就会尝到什么叫力不从心。他不敢明着和萧玉作对，可当他想耍阴招时，会发现王府理他的人早就被清理干净了，整座王府固若金汤。我的院子更是重兵把守，我的饮食起居都有专人严控，连他亲手养大的女儿都处处替我着想。他在外面呼风唤雨，在这王府里却根本没机会对我下手。那天江之河回了趟丞相府，回来时眼眶通红，脸上还带着清晰的巴掌印，我知道他受了委屈。与此同时，在太子的推动下，坊间传遍了萧玉宠妾灭妻的流言。一想到江明焦头烂额的样子，我就高兴的能多吃2碗饭。萧玉和江之河默默承受着外界的非议，在我面前却丝毫不露，生怕影响我的心情。没多久，丞相府的补品就流水似的送了过来，江之河让太医挨个检查过，才放心的送到我院里。萧玉还是不放心，又让人查了一遍才准我用。我百无禁忌，该吃吃该喝喝。我这被炼成毒人的身子根本生不出孩子，就算生下也活不久。苏家注定在我这代绝后，这口黑锅就是给江明准备的。次年春天，孟婉找上门来，他想去大牢里探望孟家二公子。我这才知道，去年他消失的日子，竟是去边关运送粮草了。孟二公子孟川8岁从军，与他父亲一同镇守北方，守护大梁安宁。将士们为国抛头颅洒热血，以江明为首的世家却克扣粮草，妄图将他们活活困死在边关。孟婉为报孟家恩情，冒死秘密运送物资支援北方，甚至不惜以身试药，解了北方的瘟疫危机。孟家父子好不容易凯旋，却被世家诬陷谋逆，孟二公子被判秋后问斩。我苏家的悲剧又要重演。我拿着萧玉的令牌，给孟婉安排了1炷香的探视时间。这是瞒不过萧玉，更瞒不过江明，但那又怎样？萧玉信我，他若知道我被炼毒的事，只会更心疼我，埋怨我为何不早点告诉他。立秋那天，我发作了，看着我的大肚子，御医和产婆都束手无策。萧玉急红了双眼，我拉着他的手安抚道：殿下别怕，
快去城郊请孟晚，她能救我。放眼整个大梁国，孟晚是第一个效仿神医华佗，敢行剖腹取子之术的人。孟晚赶来时，急疯了的萧玉竟威胁他，若是就不活我，就让他陪葬。我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他才理亏的闭上了嘴。孟晚问他保大还是保小，还说我怀的是双胎。萧玉毫不犹豫地选了保大。孟晚说顺产无望，只能剖腹，场面会很血腥，请他出去等着。他不肯走，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就那么眼睁睁看着孟晚剖开我的肚子，把孩子取了出来。那血腥的场面给他留下了永久的阴影。他竟然偷偷抹眼泪，还发誓再也不让我生孩子了。孩子还好吗？我明知故问，却不敢看那襁褓，盼孩子健康是天下母亲的心愿，可他们又不幸的生在了我腹中。原来是别再找我这样的娘亲了。盼孩子健康是天下母亲的心愿，可他们又不幸的生在了我腹中。原来是别再找我这样的娘亲了。孟晚的声音传来，是一对龙凤胎，都很健康。我愣住了。萧玉和江之和一人抱一个围着我，我竟一时分不清此刻的心情。临走前，孟晚意有所指，侧妃腹大难产，恐是被人喂大的，日后还需好生调理。萧玉瞬间反应过来，他一把抢过江之和怀里的孩子，眼神冰冷地盯着他。我虚弱地开口，殿下，不是江姐姐，她是深闺女子，哪里懂这些。我的意思很明显，是丞相夫妇想借江之和的手害我，总算没白费我这段时间的胡吃海塞。江之和满脸愧疚，竟是我差点害了你和孩子。我摇了摇头，不是你的错。殿下，江姐姐，我和孩子能活下来，全靠孟晚。能否请你们找个机会，为孟二公子争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？我想为孩子积点福。天一亮，萧玉和江之和便一人抱着一个孩子进了宫。听说太后大悦，连一向不待见萧玉的陛下都难得和颜悦色，还亲自给孩子赐了名。萧玉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从前他再怎么努力，也得不到父皇的青睐，如今他的父皇竟为他的孩子赐名，他高兴坏了。皇后和丞相那边怕是气炸了，有萧玉夫妇求情，加上太子一党在朝堂周旋，江民也只能干瞪眼。孟二公最终改判充军，戴罪立功，江民又能怎么办？骂过萧玉之后，还不是得捏着鼻子继续扶持他。至于我的孩子，他想着日后再收拾也不迟，毕竟历朝历代夭折几个皇子是家常便饭，他根本不放在心上。他甚至盘算着将来取而代之，将这江山改姓江，也未尝不可。可惜他再也没有机会了。萧玉这次的胳膊肘往外拐，终究让许多世家寒了心，他对我跟长子的重视，也让那些世家开始动摇。接下来的1年多，不少世家开始暗中倒向太子，明面上太子党依旧示弱，只把江民捧得高高的，任他得意忘形。又是1年中秋前夕，皇帝病危，以江民为首的世家终于发动兵变。萧玉领头逼宫前，给了我和江之和一人一封休书，安排季彦川护送我们离开。他眼含决绝，若事成，我会亲自去接你们。我凝视着他，说败了呢？他沉默片刻，眼眸瞬间温柔。那你便自由了，天高海阔，带着孩子替我去看看这余生风景吧。我问，你就不怕我为你殉情吗？他笃定地摇了摇头。你不会。江民自以为胜券在握，却不知孟二公子已带着数万精兵埋伏城郊，就等他们逼宫，好来个瓮中捉鳖。一夜之间，皇权更迭，太子登基为帝。地牢中，江民被绑在柱子上，死死地看着我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他的眼神从阴冷转为愤怒，又变成怨毒和困惑。他嘶哑着又问：你到底是谁？我用血帕慢条斯理地擦着刀锋，笑得比他更阴冷。就是你口中那个自不量力、妄图撼动世家的卑贱蝼蚁呀！你是？他满眼不敢置信，瞳孔里终于透出惊惧。想起来了吗？江民惊恐地摇头。怎么不可能？我继续道：你的宝贝儿子还是我杀的呢，那不是什么花柳病，是毒。说起来，他当时只是假死，却被你们活埋了。江民双目赤红，疯狂挣扎着嘶吼：我要杀了你！我用最残酷的刑具一一招呼他。讽刺的是，有些还是他自己发明的呢。他起初还端着架子，后来只剩下惊恐，最后终于涕泗横流的求饶。我像听到天大的笑话。饶了你？当年我族人跪地求你时，你饶了吗？我娘挺着孕肚求你时，你饶了吗？那些匍匐在你脚下的百姓，你又可曾饶过一个？放心，我不会杀了你，我会砍掉你的4肢，让你像我当年一样，亲眼看着你的族人一个个惨死，然后自己孤独且痛苦地活着。他眼中满是恐惧。我手起刀落，又命太医给他吊命，务必让他长命百岁，日夜饱尝这无边的苦楚。萧炎给了我一个亲自送萧玉上路的机会。他的牢房条件不错，有窗有桌案，干净整洁，这是我特意为他求来的优待。他有洁癖，就算当初在荒岛上，也要一丝不苟。可现在的他只是孤零零地坐在角落，衣衫微乱，碎发垂额，手里攥着我送的香囊，怔怔出神。萧炎已经告诉了他我的真实身份，可他看到我时，脸上竟没有一丝波澜，眼眸依旧温柔。他静静看着我走近，看着我摆上酒菜，看着我拿起酒壶，为我们各自斟满一杯。他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，我却不知为何，始终不敢与他对视。我伸手去端酒杯，他却突然按住我的杯口。他知道这是送他上路的断头酒。我轻笑道：
我被炼过毒，百毒不侵。但他还是摇了摇头，只说喝酒伤身。我低语道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我掰开他的手一饮而尽，又给自己倒满，想问什么就问吧。他看着我一杯杯的喝，终于还是开了口，孩子呢？我说，你可曾爱过我？我没说话，抬眸迎上他温柔的目光，将最后那杯酒喂入他口中。萧玉，愿你来世有父母疼爱，有兄友弟恭，有真心爱你的姑娘，有儿孙满堂。千万别再遇见我。我无法形容他最后的眼神，为什么没有恨意？为什么依旧那般柔情似水？他应该恨我才对啊。我看着他缓缓倒在我面前，终于泣不成声。我终究欠了他一句对不起。来看他之前，曾经的贵妃，如今的太后告诉我，玉儿这孩子本性不坏。他见过萧玉小时候就下过一只雏鸟，却被他母后痛斥许久，还当着他的面将鸟摔死。一颗童心就是这样，一天天变冷的。他父皇起初并没那么冷落他，是苏家覆灭后，他父皇恨透了世家和皇后，连带着也迁怒于他。他一开始也曾拼命讨好，可换来的是一次次厌弃，后来便渐渐认命，变得淡漠了。后来孟婉来找我，问我为何不把孩子带在身边。我说，你清楚的，我被炼过毒，活不长的，还是别让他们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吧。孟婉信誓旦旦地说，我会治好你的。我摇了摇头，治不好的，而且我怕苦，不想喝药。这最后的日子，想去看看这天地美景。没想到孟婉却说，我陪你一起吧。于是我留下一封信，用萧衍给我的手镯压在信上，当晚便和孟婉一起离开了京城。我摇了摇头，治不好的，而且我怕苦，不想喝药。这最后的日子，想去看看这天地美景。没想到孟婉却说，我陪你一起吧。于是我留下一封信，用萧衍给我的手镯压在信上，当晚便和孟婉一起离开了京城。他一路悬壶济世收集药方，一路做了各种药丸喂我，都是甜的，一点也不苦。我们走过穷乡僻壤，却处处能听到百姓对当今陛下的称颂，比如他减免了苛捐杂税，又比如平民子弟无需举荐也能参加科举了，比如女子可以独立落户，那些吃人的贞节牌坊也都被推倒了，比如北方被孟将军收复，百姓终于免受战乱之苦，比如苏家和其他被构陷的寒门都平反了，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。爹娘很久没入我的梦了，想必他们在天有灵，也终于可以瞑目了。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，或许还能活很久。医毒本就不分家，我也用我的毒救了许多人。3年后，我们踏上归途，孟婉回了京城，我则去了一个鸟语花香的小镇。一阵朗朗读书声从私塾传来。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义。我抬头一看，那私塾门匾上竟写着云书书院，是我的名字。我戴着面纱，只敢远远地看着，却看到了江之和和季彦川。桃花树下，江之和挺着孕肚，季彦川正把耳朵贴在上面说着什么，两人眼里的幸福快要溢出来了。真好，他值得的。桃花树下，江之和挺着孕肚，季彦川正把耳朵贴在上面说着什么，两人眼里的幸福快要溢出来了。真好，他值得的。不一会，几十个孩子从私塾里欢快地跑出来，脸上洋溢着放学的喜悦，急切地辨认着每一张脸，生怕错过。直到最后，一个温润如玉的俊美男子走了出来，他左手抱着个4、5岁的小姑娘，右手牵着个小男孩，两个孩子长得一模一样，脸蛋肉嘟嘟的，可爱极了，我竟忍不住热泪盈眶。身边大娘轻拍我一下，姑娘，你也相中那季家二公子了？我好奇地问，难道还有别人看上他了？那可就多了去了。大娘笑得一脸八卦，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了。季二公子年少有为，还俊俏非凡，10里8乡的姑娘都盯着呢，媒婆踏破了门槛，他却一个都没看上。我追问为何，他压低声音，还不是因为他那个亡妻情深得很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私塾叫云书书院，就是用他亡妻的名字命名的。他心肠特别好，镇上教不起束修的孩子，他照单全收，只要他们用柴米瓜果来抵学费。其实大伙儿都知道，那点东西哪够啊？他对外都说学费交齐了，跟其他学生没两样。我笑着点头，果然没有身份的枷锁。萧玉是个顶好的人，当年那杯的确是毒酒，却并非是要他的性命，而是让他忘记一切的忘情酒。我用陛下欠我的命，用我们青梅竹马的情分，用我为寒门付出的一切，换来了萧玉和江之和能光明正大活下去的机会。江之和和季彦川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而萧玉已经死了，现在的他是季宁，季家二公子，季彦川的弟弟。他有父母疼爱，有兄嫂和睦，还有2个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孩子。这里再没有勾心斗角和利益权衡，没有无尽顾忌，只有纯粹的爱将他包围。过去的那些不堪往事，忘了就忘了吧，也包括我。他有父母疼爱，有兄嫂和睦，还有2个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孩子。这里再没有勾心斗角和利益权衡，没有无尽顾忌，只有纯粹的爱将他包围。过去的那些不堪往事，忘了就忘了吧，也包括我。3年前，我托季彦川交给他一封遗书，如今在他心里，我已是亡妻。大娘忽然又压低声音，听说啊，连县令的千金都看上他了，那可是咱们县的第一美人，长得倾国倾城，哪个男人不喜欢你呀？怕是没戏了。也好，我默默转身，他确实该遇到更好的姑娘。就这样，
我与我的夫君和孩子擦肩而过，风吹过迷了眼，也吹落了泪。姑娘，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我心头猛地一跳，蓦然回首，季宁手里拿着我被风吹落的面纱。这是你的吗？我点了点头，他便把面纱递给身旁的小姑娘。福，给姐姐送过去。小姑娘捧着面纱走到我面前，一双大眼睛好奇地打量我，忽然扭头喊道：爹爹，姐姐长得好像画里的娘亲啊！福儿不得无礼。他轻声责备，走过来牵住了小姑娘的手。他转过头，客气又疏离地对我说：抱歉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姑娘别见怪。我笑了笑，无妨，他很可爱。我们互相行礼后转身离去，可刚走几步，我忍不住回头，却发现他竟也回了头。姑娘，请问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见我沉默不语，他连忙道歉：抱歉，姑娘，是我唐突了。他默默转身离开，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一时间正在原地，突然一声急切的呼唤叫住了我。小叔，真的是你？江之和和季彦川匆匆赶来，他话未说完就抱住我，我还以为你……说着便泣不成声。想必是季彦川跟他说了我的身体状况，我这么久不归，他定是以为我死了。他哽咽看着我：你不与我们相认，是还在介怀当年的事吗？小叔，真的是你？江之和和季彦川匆匆赶来，他话未说完就抱住我，我还以为你……说着便泣不成声。想必是季彦川跟他说了我的身体状况，我这么久不归，他定是以为我死了。他哽咽看着我：你不与我们相认，是还在介怀当年的事吗？我曾想过，我灭了江家满门，在江之和眼里，我是不是就跟当年的江敏一样？可他却说：小叔，我爹和江家获罪，全是咎由自取，桩桩件件都是不可饶恕的重罪，这跟你没有关系，你是受害者，是江家欠了你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也享受了他们掠夺来的富贵，理应和他们一起受罚。是你为我求来新生，如今我只是季家长媳，是你的姐姐，你别再有心结了。我再也忍不住，眼眶一红，紧紧抱住他。季彦川也温声开口：那季宁和孩子们呢？你当真能放下吗？我们回到云舒书院，面对满脸困惑的季宁，季彦川拍了拍他：二弟，她确实是你的妻子，具体缘由让她亲自跟你说吧。江之和和季彦川将我又拉到一边，把刚刚那街边大娘的话又重复的讲了一遍，说季宁现在可是抢手货，媒婆都快踏破门槛了，他硬是一个都看不上。他们让我有点耐心，好好哄哄他，就算哄不好也别灰心，反正来日方长嘛。我和季宁肩并肩走在鸟语花香的小路上，我轻声道：如果我说当年我病入膏肓才留下那封信，这3年其实是去治病了，刚才不敢认你是近乡情怯，你信吗？他轻轻点头，然后问我：那现在治好了吗？我说好了。他笑了笑：那便好，好像也没那么难哄吗？我的手悄悄移过去，试探着勾了勾他的手指，他愣了一下，却没有躲开。我胆子大了些，索性牵住他的手，十指紧扣，掌心相贴，气氛暧昧起来。我轻声说：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牵着手走路的。我的手悄悄移过去，试探着勾了勾他的手指，他愣了一下，却没有躲开。我胆子大了些，索性牵住他的手，十指紧扣，掌心相贴，气氛暧昧起来。我轻声说：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牵着手走路的。他轻轻地嗯了一声，脸颊和我一样，都有些泛红。我好奇地问：你以前想过我是什么样子的吗？想过，我常常想，是什么样的姑娘能让大哥大嫂一提就眼红，又是什么样的姑娘能为我生下这么可爱的孩子？我想象不出，但知道绝不是我见过的任何女子。直到今天你出现，我才觉得我的妻子就该是你这样子。我听着不由自主地笑了，他的嘴角也跟着微微上扬。记忆可以被抹去，但爱早已刻入骨髓，只要那个人出现，便能轻易唤醒。云舒书院并不盈利，家里的收入全靠卖字画，季宁3人的字画都是一绝，根本不愁销路。可惜他们都是文人，不善经营，字画的利润大半都被中间商赚走了。我来了之后便接手了字画买卖，家里的收入立刻翻了好几番。继父继母是顶和善的老人，待我们都视如己出。江之和和季宁从亲生父母那没得到的爱，在季家都加倍得到了补偿，而我也在2位老人身上看到了我爹娘的影子。天下疼爱孩子的父母大概都是一个模样吧，唯一让我们哭笑不得的是他们对冯和宝儿，简直是隔代亲的典范，真正是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。可转念一想，若我爹娘还在，怕是比他们宠得更厉害。再说被爱包围长大的孩子，又能宠坏到哪里去？我后来又做了些生意，有了积蓄后便开了家善堂，专门收容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。在这些孩子身上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，曾淋过雨，也想为别人撑一把伞。我回到季家后，仍有媒婆上门给季宁说亲，更有人嚼舌根，说我名不正言不顺，是厚着脸皮贴上来的。在他们看来，季宁的原配早已过世，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，他们可不认。我倒无所谓，这点闲言碎语伤不到我。季宁却提出要再办一次婚礼，他说这样所有人都知道他已娶妻，不会再上门提亲，而那些见过我的公子哥也不会再来打听我是否婚配。没错，我也是有人惦记的。我点头应下，事后才知，从我回来的那天起，季宁就在悄悄为我准备嫁衣了。
从我回来的那天起，季宁就在悄悄为我准备嫁衣了。当我看到那红盖头时，绣工虽不差，却与嫁衣的巧夺天工相去甚远。我摸着上面的鸳鸯，眼眶一热，这绣工似乎不太一样。耳边传来季宁有些不好意思的声音：“我绣的，我听说若新娘的盖头由新郎亲手绣成，便能得到月老祝福，心越诚挚，他们便越美满。”我说：“你还信这个啊？怎么不让我绣？”他笑了笑：“你的心意哪有我成？”我顿时泪如雨下，把季宁吓得不轻。我也掏出一个丑丑的香囊，他却开心地挂在腰间，说这是天下最好看的香囊。我没有娘家，本想从善堂出嫁，一切从简。可大婚前一天，京城竟突然来了人，萧衍大梁的皇帝，化名云星，还有太后，我的干娘。他们给我买了全城最贵的府邸，挂上命为云府的匾额，落款竟是萧衍，整座城都炸锅了，能不炸吗？谁家门匾是皇帝亲题的？我被接到云府，太后亲自为我梳头，一梳梳到尾，二梳白发齐眉，三梳儿孙满堂，四梳富贵绵长。他说着说着眼眶泛红，你爹娘在天之灵看到你今天的样子，定会无比欣慰。他拔下头上的玉簪，插进我的发髻，这是我成婚时你娘送的，如今我转赠给你，愿你们夫妻幸福安康。我抿唇浅笑，多谢干娘。他摸摸我的头，又感叹了一句：那孩子是个有福气的。出门时，萧衍走了进来，其他人便都悄然退下了。如今的他，一举一动尽显帝王沉稳，贵气逼人。我身上穿的正是他为我定制的嫁衣，比季宁那件还要奢华。他的目光落在我的嫁衣上，满是欣慰，又默默地伸手为我整理裙摆。最后，他缓缓从怀中掏出那个熟悉的手镯，就是我曾2次退还给他的那个。云儿，带上它，这一生我便只是你的兄长。我伸出手去，轻声唤他哥。云儿，带上它，这一生我便只是你的兄长。我伸出手去，轻声唤他哥。你倒是很会顺水推舟。他淡淡一笑，将手镯稳稳地套在了我的手腕上。我从云府出嫁，10里红妆，先到云书书院接了季宁，再绕城1周，最后回到云府。没错，萧衍说了，云家的姑娘只招婿不出嫁。他是大舅哥，他说了算，谁敢有意见？礼堂上，萧衍牵着我的手，一步步将我引向季宁，郑重地把我的手交到他手中，只说了一句：愿你二人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酒席从街头摆到街尾，全城同庆。我心里直嘀咕，太夸张了。萧衍怕不是把半个司库都搬来给我撑场面了吧？可惜我没来得及问，听说他看完我行李，连酒席都没吃就匆匆离开了。我大婚之日，大梁国颁布3条政令，举国同庆：一为大赦天下，二为免税3年，三为开放女子科考。事后，季彦川悄悄跟我说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他是来抢亲的。我笑了，怎么可能？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亲人，我最了解他，他的本性是善良的，从来不会，也舍不得逼我做任何我不愿意的事，知道我的脾气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能让我穿上他定制的嫁衣，戴上他送的手镯，已经是他能做的极限了。这点要求并不过分，何况他千里迢迢而来，所做的一切，都只是作为娘家人，作为兄长，想给我撑腰而已。他希望我过得好，我也希望他一切都好。回到婚房，我趁季宁不在，换上了他为我做的那身嫁衣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绣的盖头。季宁回来看到，疑惑地问我，怎么换嫁衣了？回到婚房，我趁季宁不在，换上了他为我做的那身嫁衣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绣的盖头。季宁回来看到，疑惑地问我，怎么换嫁衣了？我说，你用心准备的，我不想让你留遗憾。他却笑了笑，没关系，那方盖头我一路都揣着呢，月老一定见证了我们的婚礼。好吧，怪不得找不到，原来被他收起来了。我问他，对我突然冒出来的娘家人，想不想知道些什么？他说，想又不想，想是因为想了解你的一切，不想是因为如果能说，你早就告诉我了。若他们的身份不便言说，那便不说了。你选择做我的妻子，陪着我和孩子，已经是上天最大的恩赐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其实季宁不知道，太后也给他带了礼物。他的生父因病未能前来，却亲手为他打了一柄黄金如意秤，寓意称心如意。那是一个老父亲对儿子最真挚的祝福。如意趁季彦川的名义送到了他手上。太后感慨道：谁能想到呢？最后竟是苏家的女儿救赎了他。他终究是有福之人，遇上了你。虽忘了过去，但现在的他温暖又幸福，又何尝不是他就赎了我呢？我曾对他满是欺骗，他却对我全然信任。我也曾不再相信爱情，不敢去爱，是他用最纯粹的爱，让这真真假假的一切，最终只剩下真。我目光灼灼地看着眼前的温润君子。夫君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我们都曾困顿，曾迷茫，也曾落泪。幸好我们从未放弃彼此，纵使风雨飘摇，但人间值得。